这老太是欧洲超级富豪，却偏偏喜欢上了一个神父。为了讨好神父，随手送给他一辆豪车，不久又送出万里挑一的赤兔马，甚至不惜将家族千万产业捐给教会，助他当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红衣主教。面对着如此诱惑的条件，拉尔夫还是拒绝了他。不得已，年老的玛丽只好召唤多年不见的穷弟弟回来当总管家，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攻破拉尔夫的心。没曾想弟弟一家的到来将掀起狂风骤雨。这部剧非常好看，起伏跌宕的剧情更是让人欲罢不能。看着网友打出来的高分就是很好的证明。玛丽弟弟一家有着7口人，其中小女儿梅吉引起了拉尔夫的重视，因为小女孩的母亲是这样的人。It's her son the mother thinks of, isn't it? 梅吉自小没有感受过父母的爱，反而成了母亲呼来唤去的小奴隶。认识了拉尔夫，他的人生才出现转机。拉尔夫一边帮着他干活，一边激发着他读书的兴趣。拉尔夫凭着玛丽对他的好感，说服玛丽资助梅吉去上学。在这个家里，就属老大弗兰克对他最好。他非常苦恼，担心自己去上学了，就没人帮助母亲承担家务活。弗兰克非常清楚，父亲从来不会替儿女们的未来想过，所以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I want you to go. Do you hear? I want you to go. 在学校，拉尔夫精心为梅吉准备了一个房间，从此梅吉跟着拉尔夫生活。拉尔夫给予梅吉无微不至的照顾，希望梅吉能开开心心的完成学业。而玛丽注意到了弟媳的钢琴，询问才知道弟媳出身于显赫家族，她难以置信千金小姐竟然下嫁给了穷苦的弟弟，但弟媳却有着不想提起的回忆。大儿子弗兰克无论做什么都会莫名其妙遭到父亲的针对，兄弟之间起了争执，父亲也不管青红皂白，把所有的过错怪在弗兰克身上。因此弗兰克叛逆的心理日渐加厚。弗兰克见不得受累的母亲，帮助母亲一起干家务活。没想到刚回来的父亲撞见了这一幕，见不得儿子干女人活的父亲，当即让他卷好铺盖去70公里外的牧场放羊。弗兰克再也按耐不住。 She's so tired now she can't even see straight. You may think you can treat the rest of us like your slaves, but not her. She's not some ignorant clodhopping yokel. Frank. Like me, huh? Go on, say it. Your mother might as well see how much respect you've got for me. 面对着任劳任怨的母亲，弗兰克只好跟父亲道歉。他将一肚子苦水倒给拉尔夫。现如今他都22了，却仍然摆脱不了父亲的掌控。拉尔夫一眼看出了问题的关键，带上弗兰克返回家解决问题。弗兰克推开家门的时候，却发现母亲又怀了身孕。他无法容忍年迈的母亲遭罪，瞬间对父亲充满了敌意。但母亲不允许他责怪父亲。弗兰克一肚子气无处安放，决心带母亲离开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I can never be free. I don't want to be free. God. 当晚，弗兰克打包离开了家。被雨淋湿的拉尔夫来到玛丽家换衣服，而玛丽对他的爱一分也没有减少。拉尔夫只爱上帝，直接回绝了玛丽的追求。不久，在集市上，玛丽遇到了拉尔夫，知道了梅吉一直住在拉尔夫家。他早有耳闻拉尔夫对梅吉出奇的好，所以为了以后少一个强劲的对手，直接断了梅吉上学的资助。接着，拉尔夫陪着梅吉前去观看弗兰克的拳击擂台赛。出乎意料的是，弗兰克连续赢下4场冠军，获得了20英镑的奖金。这时，父亲也找到了弗兰克，两人立刻展开了口舌大战。气愤难平的父亲却不小心说漏了弗兰克不是他亲儿子。弗兰克恍然大悟，再也没有争吵下去的动力。母亲的形象一下子全崩塌了，但他却不知道母亲当初的苦衷。他泪流满面地抱着最爱的妹妹，亲了一下她的额头作为告别，从此踏上了一无所有的新生活。他不知道的是，这一走却闯下了无法挽回的后果。女孩没钱交学费，被迫退学。当她回到了家门口，却意外地发现多了一个弟弟。她连忙把哭闹的弟弟抱了起来，问一旁的母亲该怎么办。奇怪的是，母亲一声不吭，直接回了房间，完全对孩子不管不顾。这母亲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如此狠心对待自己的孩子？而拉尔夫气匆匆地来质问玛丽，为什么撤掉梅吉的学费资助？玛丽的回答更是直接，她担心梅吉毁掉了拉尔夫的前途，实际上她在吃一个小萝莉的醋。拉尔夫再次重申，他身为神父永远都不可能结婚，而老太却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然而帕迪的小儿子得病离开了人世，他抱着孩子缓缓来到妻子跟前，给妻子看孩子最后一眼。没想到费根本就不看孩子，而是转头离开了现场。帕迪的心立刻碎了一地。原来费未婚先育给家族带来了蒙羞，他的父母给了帕迪一笔钱，让帕迪娶她为妻，并且找了个地方安家。所以一直以来他们名誉上是夫妻，实际上费的心里从来就没爱过帕迪，甚至包括他和帕迪所生的孩子。不久前，帕迪把他的儿子弗兰克给弄丢了，而且弗兰克还知道了自己的身份，甚至已经无法原谅他这个母亲。难以想象这些年来的默默付出，费的心里到底是怎样的感受。不久，梅吉抱着肚子坐在地上，拉尔夫问他怎么回事，梅吉说他快要死了，
这把拉尔夫给吓得不轻。梅吉哭着继续描述病情，拉尔夫笑了。You're not dying. You're growing up. 拉尔夫非常细心地给他普及生理知识，让梅吉清楚认识到人类微乎其妙的情感，而这一幕都被玛丽尽收眼底。转眼间5年时间过去了，正好到了玛丽的生日，但玛丽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这时一袭粉裙的梅吉出场，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特别是拉尔夫嘴巴都要合不上了。但也从这一刻开始，他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亲密无间了。梅吉时刻注视着拉尔夫，期盼着拉尔夫前来与他打声招呼。可是应接不暇的拉尔夫实在忙不过来。接着拉尔夫满足了玛丽的心愿，主动与她共舞了第一曲。不会跳舞的梅吉此刻多么希望拉尔夫能教他跳舞。等到拉尔夫摇停之后，他实在无法忍受拉尔夫的冷落，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可没聊上几句话，拉尔夫注意到了别人投来的异样目光，他立刻收起了满腔爱意，说了一句道歉离开了梅吉。梅吉立刻追了上去，哭着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和他说话。拉尔夫说他已经长大了，随便找了个借口再次躲开他。这时玛丽要求拉尔夫送她上楼，并且向他索取一个告别的吻。拉尔夫仍然以牧师的身份推脱，他再也受不了这种折磨。I have always loved you, so much so I would have killed you for not wanting me. But I found a better method. 拉尔夫好不容易摆脱玛丽的纠缠，出来追上失落而逃的梅吉，劝梅吉要勇敢面对一个人的生活，不要永远沉溺在他的习惯当中。他只是一个在他成长当中帮助他度过难关的老朋友，但梅吉却希望天不会亮，永远和拉尔夫保持这种关系。在这一刻，拉尔夫的心有所动摇。然而第二天，为情所困的玛丽死在了床上。玛丽的律师第一时间找拉尔夫落实遗产继承问题，原本已经落实由弟弟帕迪继承所有财产，却在昨晚玛丽临时改了遗嘱，将名下1300万全部捐给教会，由拉尔夫全权管理这笔财产，其中每年有1万由拉尔夫任意支配。说白了，这1万就是接济帕迪一家的费用。玛丽最后复言，拉尔夫可以烧毁这份新遗嘱，那样梅吉将会变成千金小姐。但玛丽已经预见拉尔夫当上红衣主教的那一刻，拉尔夫让律师宣读了新遗嘱，帕迪只分到这栋豪华房子。律师等人纷纷要为帕迪打抱不平，但帕迪一家却没有争夺财产，反而帕迪当面感谢拉尔夫，因为拉尔夫对他们家实在是太好了。拉尔夫差点惭愧地掉下眼泪。出了门口，他握着自己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这才明白玛丽的这招真够毒的。显然，玛丽如果直接让弟弟继承财产，那么拉尔夫的前途直接就灭了，一点也不好玩。所以玛丽料定梅吉一家不会争夺财产，同时房子提升了他们的名望，所以梅吉一家一生都必须依靠拉尔夫的接济。这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是长久的痛，一个是未来的大主教不可以结婚，另一个爱拉尔夫深入到骨髓，这就是玛丽想要的最终目的。所以为了梅吉往后的幸福，拉尔夫忍痛告别了心爱的梅吉，去追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红衣主教梦。男人活生生气死了富婆，一跃变成了澳洲最有钱的人。大主教试图找各种理由劝他把产业卖掉，将所得的钱奉献给组织。他也不傻，在没有红袍加身的情况下，绝对不会动任何资产。况且农场在帕迪一家的管理下，资产在不断的攀升，而梅吉整天骑着拉尔夫的马管理马群。父亲也一改往日的性格，尝试着关心起女儿的人生大事，就连他的哥哥也在劝他放弃拉尔夫。可他坚信总有一天拉尔夫会回来娶她。晚上，帕迪终于有钱送妻子项链，这时的妻子已经对丈夫刮目相看，因为帕迪慷慨地将姐姐千万遗产拱手相让给拉尔夫，证实了当初帕迪不是为了金钱而娶她。但一位眼红的夫人却说出了弗兰克因打架导致对方不久就死了。法官以法兰克为职业拳手，直接定义为谋杀罪，被判终生监禁。听到这消息的妻子当场就懵了，她难以置信自己的儿子会是个杀人犯。而帕迪建议立刻收拾东西一起去看望弗兰克，可是妻子不想让儿子见到他，那样儿子只会更加难受。这一切的过错都是帕迪间接造成的。此刻他的心里比谁都要难受，痛苦与自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一直以来，弗兰克就是长在他与妻子之间的刺。他深爱着妻子，但妻子只爱弗兰克，这层关系中却没有一个人爱他。We've let it take our hearts away from our own children. Oh, Maggie, I think of how much we both held back from you. From you most of all. It's all right, Daddy. 梅吉前去看望弗兰克，要请律师为他洗脱罪名。弗兰克阻止了他。从小到大，他一直想让母亲开心，直到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才明白永远都不可能达成心愿，因为他的存在毁掉了母亲一生。所以梅吉从此忘了他吧，永远不要让母亲过来看他。梅吉转达着母亲的意思，为了儿子心里好过一点，母亲永远不会来看他。母子之间的爱，梅吉实在搞不懂。弗兰克表示恨可以一下子解决。With love, they never stop.
拉尔夫这边通过了大主教层层考核，得到了梵蒂冈教皇的认可，混成了大主教身边的秘书，离他红袍加身的日子又近了一步。然而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晴天一个霹雷燃起了熊熊大火，瞬间吞没了一大片森林，牧场的10几万头牛羊仓皇逃命，所有人都开始忙碌了起来。眼看着大火就快烧到了房子，不管男女老少全都参加灭火行动，开着消防车的几个大男人奔赴各地抢救牧场。在山间巡查火情的帕迪一声巨雷吓到马儿，把他摔倒在地，接着一棵燃着熊熊烈火的大树迎面倒在他的身上，随着一阵惨叫声，显然已经凶多吉少。大火一直烧到天黑，所有的水井都已逐渐出现干枯，火势却仍然没有得到一丝缓解。束手无策的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吞掉一切。然而火势开始向着豪华房子靠近，房子可是他们的命根子，要是连房子也失去了，就真的没有了希望。一天一夜的救火行动，所有人都已精疲力尽。就在众人都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一场及时雨熄灭了这场大火。第二天，全家人出动寻找帕迪，不管谁先找到父亲，开3枪通知其他人会合。父亲最喜爱的小儿子第一时间找到了被大树压着一动不动的父亲，撕心裂肺的他连开了3枪。附近听到枪响的哥哥立刻前去会合，没想到受到惊吓的野猪直接朝着他拱来，他连忙装填着弹药，随着一声枪响，哥哥闻讯而至。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接着，所有人都来到了现场，母亲似乎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妙。Patty? And Stu. Stu? What do you mean? No! Not both of them! You don't want to see it. 突发的山火把拉尔夫照了回来，他不知道的是，梅吉的2位亲人死在了这场大火当中。当他明白了梅吉心中的悲伤，怜悯与爱瞬间占据了身体，不由自主地亲吻了梅吉。而梅吉看到了希望，立刻趁热打铁。可是拉尔夫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梅吉刚燃起的希望一下子被熄灭，他的心里自然不好受。接下来发生的事，拉尔夫完全没料到，苦苦等待他的女人，竟然也会有失去耐心的那一刻。她一天时间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这才想起丈夫曾经对她的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她不闻不问，现如今再也没有弥补的机会，痛彻心扉都难以表达她此刻的心情。身为神父的拉尔夫立刻给她一个弥补的机会，那就是弥补活着的人，她的女儿梅吉，好好照顾她，带她参加舞会，结识年轻人，再找个善良的人与她结婚。这些话犹如一把刀扎进了梅吉的心里。没想到母亲的回复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What's a daughter? Just a reminder of the pain. I try to forget I have a daughter. 拉尔夫再次劝梅吉结束这段感情，因为他只爱上帝。梅吉表示，所谓的上帝就是把他身边爱的人一个个夺走。拉尔夫不认同他的观点，起码一场及时雨拯救了豪华庄园。梅吉立刻反问，那又是谁放的火？拉尔夫竟无言以对。2年后，农场招了一批年轻人，300年没见过帅哥的女佣立刻整理形象，展现出最有魅力的一面，吸引帅哥的注意。其中脱帽子的家伙主动向他示好，这把他的脖子都给判长了。卢克刚下班，他就在门外直接截胡，主动上前打招呼。当卢克知道他叫朱迪，而且还是个女佣，直接就叫他滚。因为卢克的目标是梅吉，晚上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梅吉游泳，时刻准备着给梅吉递毛巾。因此卢克第一步计划完美告捷。但拉尔夫此刻愈加的想念梅吉。2年前梅吉送他的花至今仍留有余香。身后的大主教料定他情关难过，距离他当上红衣主教还有一段路要走。而卢克也在下着一盘大棋，他自告奋勇主动参加剪羊毛比赛，直接挑战剪羊毛快如闪电的梅吉哥哥。他主动提出胜负条件，不管成功与否，他都会成为畜牧工，只是拿不拿薪水的问题。结果梅吉哥哥以优先半个的成绩战败了卢克，因此卢克成了1个月免费的畜牧工。显然卢克目的已经达到，他做畜牧工就是为了接近梅吉，所以他趁着人们出去送羊毛的时候，偷偷来找梅吉，约他出去参加舞会。刚好梅吉以不会跳舞的理由拒绝他，没想到这正中他的下怀，直接在羊棚教他跳起了舞。这一跳就不得了，直接跳到了舞会现场。亲密无间的举动加上亦师亦友的陪伴，很快梅吉便乐在其中。而卢克面对着漂亮女人的跳舞邀请，他也直接拒绝，声称自始至终都要陪着梅吉跳舞。这个举动瞬间收割了梅吉的好感。送他到家门口的时候，卢克突然一阵波涛汹涌的狂吻，梅吉当场招架不住。恰到好处之时，卢克戛然而止，轻声道了句晚安。梅吉从仙境一下子坠入凡间，写在脸上依依不舍的表情，足以证明渣男能把石头孵出小鸡，何况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随着时间的推移，拉尔夫通过了大主教爱的考验，
他们一起前往梵蒂冈接受红衣主教的任命仪式。消息很快传到了梅吉这里，此刻的梅吉早已被卢克迷得神魂颠倒。对于拉尔夫当上红衣主教一事，他只挤出很好这2个字。 It's just that I've got my own announcement to make. I'm going to marry Luke O'Neill. 人家结婚戴戒指，拉尔夫当上大主教也要戴戒指，而且这戒指起码都有1、2重吧。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心爱的女人此刻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妻子，她的丈夫已经拿到了14000英镑的嫁妆。显然，这又是一场悲剧的重演。她的眼泪早已说明了一切。第一次来到丈夫出生的地方，看着路上的美景，她不禁感慨，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没想到住在旅馆的她才知道，尼克是真的一无所有，居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尼克编织了一个开农场的大梦想，为了实现梦想，他去砍甘蔗赚钱，要求梅吉去给一户有钱人当佣人，不仅可以省下租房子的钱，而且还可以赚钱。梅吉当场不乐意了，他又不穷，为什么要去给人家当女佣？14000英镑的嫁妆就已经比大部分农场主略胜一筹。再说了，先买个房子安家没有任何压力。尼克却表示这笔钱留在银行生蛋，必须靠彼此的双手过上想要的生活。就这样，尼克在半路上丢下他，独自提着沉重的行李箱上班去了。好心的老板帮他提着箱子，开车送他来到了家里。原来拉迪的妻子安妮腿脚不便，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而尼克整天在甘蔗地埋头苦干，晚上就和同事到处鬼混。原本说好的每个星期天来找梅吉，现如今1个月过去了，梅吉每次都等来了个寂寞，安妮都看不过去了。 If you ask me, he's just like most of the men around here. Marry some poor girl and then go off and traipse all over with their mates. The bachelor's life is what they truly want. Why marry at all? 梅吉翻出了压箱底的宝贝，看着照片上的男人，内心百感交集。往后，梅吉尽心尽力服侍着安妮，开车带她四处游玩，让原本枯燥乏味的安妮找回了曾经的自己。拉迪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梅吉嫁过来已经1年时间，与卢克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这和她当初憧憬的婚后生活渐行渐远。安妮看着她伤心的样子也不好受，所以2个人坐下来商量对策。经过分析，安妮找到了问题所在，交给她一本长达1000页的武功秘籍，学会了不但可以成功怀孕，而且还能拴住男人的心。而拉尔夫这边不小心把书打翻在地，他的上司红衣主教看到了玫瑰花，闻了一下，仍然有着一股淡淡的幽香，叮嘱他一句一定要小心。其实红衣主教早已知道，他的心中有着一个放不下的女人。转眼间到了圣诞节，卢克终于来找梅吉，可是卢克却要撇下他去参加舞会。安妮立刻给他指引方向，所以这种踩地板的事情他一定要去参加。舞会现场，他主动出击，陪着他疯一场。一个漂亮的转身，拉着卢克就上去踩地板。梅吉突然的转变让卢克乐在其中。刚回到家，梅吉直接把意犹未尽的卢克拖进房间，迅速关上了门。而拉尔夫对梅吉的思念越来越严重。红衣主教看到这一幕，放他回去接替他曾经的职位，务必让他在上帝与玫瑰之间做出选择。拉迪做了一个婴儿床送给梅吉，她的丈夫3个月没来看她了，现在都不知道妻子怀孕的事情。拉尔夫回到了德罗海达，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太大变化，唯一变的就是再也看不到梅吉。费这才告诉他梅吉早已结婚的事情，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当场死机了，独自一人躲到阳棚凝视上帝，痛苦与绝望让他几乎无法呼吸。费看到这一幕，告诉他梅吉此刻正身处绝境。不久，他终于等到了从罗马转寄过来梅吉写给他的信，而卢克气匆匆地跑来质问梅吉，3天2头催他回来，到底想干什么？临盆将至的梅吉只想要一栋房子，从此有个安稳的家。这下卢克火气更大了，痛斥他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添了一张吃饭的嘴，来灭掉他当初开农场的梦想。梅吉表示可以写信给拉尔夫，要一笔钱来实现他的梦想。这下卢克更恼火了，他宁愿死也不会接受另一个男人的资助。说完又气匆匆地走了。梅吉再也受不了这样的丈夫，立刻收拾东西想要回去娘家，结果一气之下伤到了腹中的孩子。医生说他身体虚弱，根本坚持不到医院，只有靠自己把孩子生下来，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人在身边鼓励他。安妮表示早已找人去接卢克。话刚说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难产的女人躺在床上等待着死神降临，一直深爱着她的拉尔夫看着曾经天真善良的女孩，现如今却变成了这副模样，他的心瞬间碎了一地，不由自主地吻着她无力的手。
梅吉缓缓地转过头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刻无比痛苦的他一个字也挤不出口，忍不住流下的眼泪足以燃起他求生的欲望。每次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拉尔夫总会陪在他身边，帮助他挺过难关。卢克不在现场，医生无法做主，请教拉尔夫应该保大人还是小孩。情急之下，拉尔夫说他就是她的丈夫。话刚说完，立刻反应了过来，接着补充了如果2个字，随后又回到了梅吉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梅吉。折腾了一宿，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拉尔夫脸带微笑抚摸着小家伙，梅吉恢复了过来。又到了拉尔夫离开的时刻，梅吉早已料到这一天，他多么希望这个孩子是拉尔夫的。All those years that I loved you, and I waited for you, and I wanted you. You never wanted me. 梅吉痛斥他装圣人，其实他和卢克都是一个鸟样，都在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一直以来，他爱的只有自己的报复，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真爱，直接将拉尔夫轰了出去。之后自己哭湿了好几个枕头。拉尔夫来甘蔗地找卢克，告诉他有了个女儿朱思婷，希望他善待2母女，给他们一个安稳的家，接受他善意的资助，借也好，送也罢，都无所谓。没想到卢克说他算老几，竟然敢教他做事。再羞辱多一句，直接把他的脑袋给开花了。一转眼又到了圣诞节，卢克始终没来看过2母女一眼。拉迪夫妇实在看不过去了，一气之下把朱思婷留了下来，直接将梅吉轰出去旅游散心。就这样，梅吉来到了一个小岛，整个岛上只有一栋房子，橱柜里面装满了食物，每天都会有人打电话过来询问，确保他一人在岛上生活上的保障。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疗伤，实在是最合适不过了。而拉尔夫在教堂看到了一个和梅吉小时候长得很像的小女孩，顿时一幕幕往事浮现在脑海，直接定格在了那里。旁边的神父提醒他，这才反应过来，他恨透了身上穿的这身和尚服，恨不得立刻把它撕个粉碎。Hooroo! Mrs. O'Neill, a surprise for you! I've brought your husband! 梅吉非常好奇这孤岛从哪冒出来的丈夫，对方走近了，他才知道从第1集熬到现在，剧组才有钱给拉尔夫买了套新衣服。梅吉当场被感动到掉下眼泪。They told me where to find you. Mickey. Forgive me. No. Damn you. No more. Peggy! 拉尔夫终于打破了衣服的束缚，和梅吉坠入了爱河。这一幕让无数人只羡鸳鸯不羡仙，但拉尔夫仍旧放不下名利。What kind of God would shut men out of paradise for loving women? A God I still can't give up for you. I know. But now you're here with me. And while you're here, you're mine. 拉尔夫忍痛告别了梅吉，这一走可能他们再也不会相见。梅吉主动提出从此断了彼此的联系，只为他能实现红衣主教的梦想。这次短暂的温存却成了他们永恒的痛苦。被爱情滋润2天的女人是怎样的？看这女人的表情就知道其中的奥妙。安妮表示，梅吉从书中学到的技巧一定会让拉尔夫为了她放弃一切。梅吉失望地否定了结果，虽然他得不到像安妮这样永恒的爱情，但他起码了却了一桩心愿，依靠这份短暂的温存，足以支撑他活下去的勇气。拉尔夫回到了罗马，上司急着询问玫瑰花的感觉，拉尔夫表示从没有过的喜悦，似乎像抛弃万物般自由自在。短暂的时光却完胜待在上帝身边的这些年。默默倾听的上司当场泪奔，但拉尔夫已经违背了所有誓约。出乎意料的是，上司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跟他讲起了大道理。首先，所有的牧师他得是个人，没有经历过感情的反复打磨，怎能称得上圣人？梅吉告别了好心的拉迪夫妇，直接当着众人的面揭穿卢克丑陋的嘴脸，说他是个自私自利的混蛋，只配与甘蔗相亲相爱。 Oh, and about the money you stole from me, Luke. Take it. I'm happy to sacrifice it. On one condition. Don't ever make me set eyes on you again. Not as long as I live. 不久，邮局的车把梅吉带回了德罗海达。佣人看到从天而降的梅吉，欣喜若狂，都难以表达此刻的心情。闻讯而至的母亲似乎有着一丝牵挂，面对着手抱婴儿、笑脸相迎的女儿，她只挤出这句
So you've left Luke then? He didn't want me. Or his children. Children? Yes. I'm going to have another baby. 转眼间，梅吉生下一个男婴，所有人都非常喜爱这个小戴恩。姐姐朱思婷想看一下弟弟，立刻被母亲喝止，生怕女儿伤到了这个心肝宝贝。就凭这个举动，加上之前发生的事，费当场明白了这个孩子是拉尔夫的。当众人离开后，母亲缓缓抱起小戴恩，询问女儿什么时候告诉拉尔夫。梅吉装傻回应母亲表面上的问题，母亲说别装了，只要拉尔夫一招手，梅吉就会屁颠屁颠的跑过去。相反，拉尔夫也是一样。梅吉面对着自己的伤疤被揭开，那么他也揭开母亲的伤口，质问起弗兰克亲生父亲是谁。母亲本以为梅吉不知道这件事，实际上父亲说漏嘴的时候他就在现场，只不过从小到大把这件事埋在心中。原来费在16岁的时候迷上了一位久经世故、很有教养且相当迷人的政治家，他就是费此生的最爱。但他已经有家室，绝对不会为了费而放弃名利与家人。在高贵的抱负面前，费显得一文不值，就如同梅吉与拉尔夫。梅吉知道永远也得不到拉尔夫，他一生都在和上帝做斗争。庆幸的是，他得到了上帝得不到的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他要求母亲永远都不要告诉拉尔夫。母亲缓缓将这一部分放到梅吉手上，希望女儿能打败上帝。I have beaten God. Dane's mine, and nothing's gonna take him from me. 19年后，拉尔夫重返德罗海达，白发苍苍的他第一次见到戴恩和朱思婷。戴恩知道了拉尔夫是个红衣主教，当即跪下来亲吻他的手，以表崇拜之意。而朱思婷对他的身份非常蔑视，以为他会骑个筋斗云出现在眼前。显然，这两个小年轻性格迥异，和他们的父亲出奇的相像。戴恩和拉尔夫迎接游玩回来的母亲，难以想象，在1954年，出行的交通工具就已经是私人飞机。梅吉和拉尔夫20年后的再度重逢，眼泪瞬间打湿了梅吉的眼眶，压抑在心底的千言万语全都呈现在彼此的双眼。梅吉一下子将两个最爱的人抱在一起，仿佛一家三口20年来第一次团聚。刚下飞机的费看到这一幕，真的想去揭穿他们的身份。须发皆白的团圆大餐，讨论的目标自然是年轻人。现如今一生未婚的两位伯父都已白了头，延续德罗海达的根落在了戴恩这棵独苗上。可戴恩似乎心有不甘呀。饭后，费拿出了多年前的宝贝给众人分享。照片上3人都是已故的亲人，分别是帕迪，还有戴眼镜的司徒，还有可怜的小儿子哈尔。朱思婷无意间抽到一张弗兰克的照片，他一看就说不是咱们家族的人。母亲立刻阻止他，费说没关系，缓缓接过照片说道 This is my Frank. It was in his things the prison sent back to me when he died. Mum, is this you? Oh, you are beautiful. Where? Ah, the cruelty of youth. Was a lovely dress. Blue, wasn't it? Meg's dress was rose. Ashes of Roses, it was called. And in it she wa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any of us had ever seen. 母亲希望梅吉告诉拉尔夫真相，梅吉不乐意了，他不想多年来的付出就这样送给上帝。没想到戴恩此刻已经打动了拉尔夫的心，帮他说服梅吉放他去做神父。梅吉知道后悲痛万分，上帝还是来追回那缺失的一部分。拉尔夫以自身的经历作为说服理由，当初他的母亲死活不同意他做神父，后来一辈子都见不着儿子一面。梅吉深知自己的儿子跟他父亲一个鸟样，深爱儿子的他不得已只能同意，但有一个条件，拉尔夫必须带着戴恩，照顾他，一定要保护他的周全，这样他就没有什么需要偿还的了。拉尔夫听的是一头雾水，恰巧戴恩出现打断了拉尔夫的疑虑。戴恩紧紧地抱着母亲以表歉意。晚上戴恩来到母亲房间，母亲看着被冻到瑟瑟发抖的儿子，连忙让儿子钻进了自己的被窝。其实儿子是来劝母亲不要冷落了朱思婷，但梅吉没有正面回应儿子的请求。不久，一个自称雷勒的男人奉主教之命请朱思婷去梵蒂冈喝茶。在车上非常健谈的雷勒3两下功夫，就已经把朱思婷的私密事全都给摸得一清二楚。原来是拉尔夫的上司想见他，一睹他这个演员的风采，但他的言语中还是像他父亲一样讨厌天主教。之后拉尔夫安排雷勒照顾他，本以为雷勒会带他去下馆子，没想到雷勒亲自下厨给他做饭，因此他们有了培养感情的机会。3年后到了新的一轮教皇选举，拉尔夫没有被选上，但他却没有感到一丝遗憾。可惜的是，他的上司再也看不到这个选举结果，反倒拉尔夫从戴恩身上看到了非凡的天赋，全心全意培养他拿下教皇的宝座。时间飞速又过了4年，
朱思婷在雷勒的陪伴下回到了德罗海达，劝母亲前去参加戴恩神圣受任仪式。不管朱思婷怎么说，母亲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做了和尚，把女儿直接给气走了。雷勒补充到，拉尔夫病得挺严重的，梅吉仍然没有改变初衷，让雷勒转达他的问候。就这样，拉尔夫亲自为儿子受任，给戴恩抹上了油，成为了上帝的一部分。不久，雷勒向朱思婷求婚，但朱思婷当场拒绝了他。不是朱思婷不爱雷勒，而是心灵上有着一道过不去的坎。为了躲开雷勒，他逃去埃及找弟弟。戴恩知道雷勒向他求婚，表示这是好事一桩，同时指出了朱思婷的心病。由于朱思婷受到母亲长久的冷漠，逐渐形成一种不配拥有爱情的想法。戴恩对症下药，化解了朱思婷的自卑。朱思婷紧紧地抱着弟弟以表感激。第二天，弟弟叫他一起游泳，可是此刻雷勒已经找到了他，所以他让弟弟一边凉快去，毕竟恋爱才是硬道理。两位小姐姐已经注意戴恩很久了，所以趁着戴恩一个人的时候发起总攻，抄起枕头就想追上戴恩。戴恩看着他们游了过来，赶紧大喊有暗流，不要过来。两位小姐姐这下更来劲了，以为戴恩主动向他们打招呼，一高兴直接就沉入了海底。戴恩哪能见死不见，匆匆游了过去，结果也被暗流卷入海底。不一会，只剩那个枕头孤独地躺在海面上。朱思婷在窗台看见一帮人围在沙滩上，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转头又和雷勒继续探讨人生。梅吉这边把拉迪夫妇叫了过来，等待着一家人回来大团圆，开开心心的过圣诞节。没曾想刚接完电话的费失魂落魄的走了过来，安妮和梅吉看着他的样子觉得不对劲，连忙问费发生了什么。Mickey. Dane is dead. Oh, Mum. No. He's coming home. Jussie telephoned. He drowned. He was trying to save somebody. He's dead. “门牌上由上而下记录着梅吉此生最爱的亲人，他们一个接一个永远离开了他。梅吉恨透了有眼无珠的上帝。拉尔夫仍然相信万能的上帝能给予人们无私的爱。这些话听得梅吉简直想吐，无比愤怒的他缓缓关上了房门，告诉他上帝真正的仁慈。Dane was your son too. Yours and mine. It isn't true. He was your son, Ralph. And you couldn't see it. Poor Ralph. 痛彻心扉的拉尔夫向梅吉伸出无助的手，渴望从梅吉身上得到一丝安慰。梅吉直接转头离开这块伤心地，丢下拉尔夫在绝望中痛苦呐喊。梅吉刚回到家，母亲和雷勒拦住了他。原来朱思婷将弟弟的死怪在自己身上，要放弃演戏和雷勒的婚姻，留在德罗海达陪伴在母亲身边赎罪。悲伤中的梅吉哪顾得上朱思婷，直接喷了雷勒满面口水。但雷勒还是硬着头皮把戴恩的死的前因后果告诉了梅吉，只为了朱思婷往后的幸福。惭愧不已的费提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前车之鉴都已翻了2辆车，摆在面前血淋淋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挽救朱思婷现在还来得及。母亲的话让他一下子回想了自己的人生，眼泪一点一点的湿透了眼眶，最后紧紧地抱着母亲相拥而泣。梅吉抽丝剥茧地打开了女儿的心结，
让女儿渐渐感受到那份缺失的母爱，还有一份来之不易的真爱等着她。母亲苦苦等待一生都未曾如愿，所以为了母亲，也为了戴恩，替他们实现这个愿望。母亲的这番话斩断了悲剧的延续，又是一个相拥而泣的感人画面。但德罗海达将后继无人，这里即将迎来新的主人。梅吉挽着女儿，从此将她交付给雷勒照顾，而雷勒告诉梅吉，拉尔夫不回去当红衣主教了，现在病得挺严重的，想见他一面。就这样，两个加起来300岁的人总结人生。拉尔夫得到的结论是，梅吉一生都在抗拒上帝，却失去了所有东西，唯独爱从来没有失去过。其实他与戴恩相处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戴恩是他的儿子，只不过他只爱名利，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梅吉和儿子加起来都没有名利重要，他此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选择爱。拉尔夫给梅吉再次讲起金鸡鸟的故事，最后病死在梅吉的怀里。